你知道咱們人類大腦的功率有多高嗎？給你3秒鐘猜一猜。不管你猜的是100瓦、500瓦還是1000瓦，全錯了。人類大腦的真實功耗只有20瓦。20瓦什麼概念？我手機快充頭都100瓦，你在客廳主燈一般都得5-60瓦。一個重約1.4公斤、由860億個神經元組成的宇宙最複雜結構，運行功率還不如一個燈泡。但更顛覆的還在後面。我們從小就默認，越複雜的東西越費電，電腦越高級越耗電，汽車越豪華越費油。但是大腦這麼複雜，為啥耗電量卻這麼低呢？因為大腦在億萬年的進化中，已經把節能刻進了 DNA。上個数據，整個人體精細功耗約80到100瓦，大腦只佔體重的2%，但卻消耗了全身20%的能量，聽着挺多。但這20瓦的算力相當於每秒10的18次方次運算，也就是100億億次級別。目前世界上最強的超級計算機要達到這個算力，功耗得用兆瓦來算，占地680平方米，運行功率2270萬瓦的超級計算機才能勉強接近人腦的計算量。20瓦對2270萬瓦差了整整6個數量級。換句話說啊，要達到類似算力，計算机的功率也是人腦的100萬倍。不過雖然在絕對算力上，計算機全面超越人腦，但在能效上，人腦甩計算機不知道幾條街。那大腦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呢？因為大腦會摸魚呀，你大腦90%以上的時間都在摸魚，任何一個瞬間，同時活躍的神經元比例极低，絕大多數處於靜默狀態，只有需要時才激活。這就是大腦最核心的節能策略：悉數激活。我先澄清一個誤區，咱們人腦不是只用了10%，而是所有區域都有用，但全部同時激活和全部区域被使用是2碼事。就像公司所有部门都在運轉，但不可能所有員工同時冲进會議室。神經元不放電時能耗幾里，真正耗電的是放電瞬間的離子泵，這和電腦完全不同。電腦是全程付費，哪怕只有5%的晶體管在工作，整個 GPU 也得維持電壓、失重信號，所有晶體管時刻刷新。而大腦是存算一體的，信息儲存在突出强度变化里，計算和記憶同步，不需要在 CPU 和內存之間来回搬數據。大模型訓練80%-90%的能耗都花在搬數据上，大腦壓根不用搬，能效差距从一開始就注定了。不僅如此，咱們大腦還會超進導。你以為當你在深度思考時，大腦會瘋狂運轉，但其實本質上，大腦只是在超進導。很多人以為思考越深，能耗越高。但是研究表明，專注的目標性思考比休息狀態僅多消耗大約5%的能量。也就是說，就算你拼命的解題，大腦能耗也只比待機多了一丁點兒。為什麼？因為大腦從不為了想清楚一件事多花哪怕1瓦電，它做的是複用，調用已存在的神經鏈接，把以前的通路重新走一遍，從不臨時搭建新線路，那樣太費電了。大腦的大部分能量都花在維持基礎運轉上，保持神經元存活，調節身體功能，讓神經網絡隨時待命。高強度思考來臨時，它只是把能量從走神区域挪到專注区域，相當于把運算從左口袋挪到右口袋，總量幾乎不變。形象點說，大腦就像24小時營業的便利店，燈光冷櫃全天開着，這是95%的能耗。突然來的顧客一買東西，收銀員都動幾下手指，這就是那5%的增量。所以總結起來就一句話，不是大腦剛好只有20瓦，是進化，但它把每1瓦電都用到了物理極限。有研究指出人腦經過長期演化，能量效率已經接近热力學允許的理論上限，即懶到極限。這意味着在這個物理法則下，也幾乎找不到比大腦更省電的計算系統了。20瓦，860億個神經元，每秒10的18次方次運算能寫詩，能開車，能談戀愛，能思考宇宙的起源。這就是你脖子上那個不起眼的器官。最後咱們腦洞一下你說如果未來科技真能讓大腦滿功耗運行，所有神經元同時激活，火力全開，你覺得它的算力能達到什麼級別？来评論区到了吧。